第25时区的情书，因为演员阵容和制作规格提前引发讨论。根据目前流传的信息，该剧预计投入约3000万元，采用更高规格的制作方式，并由翟依莹担任女主，同时搭档柯纯、陈思、王年江澄。这样的组合确实让人对作品产生了期待。但需要说明的是，目前部分关于投资金额、具体制作细节以及演员相关数据，主要来自网络传播，最终仍应以片方、平台正式公布的信息为准。因此，与其提前断言它一定会成为爆款，不如先看看它究竟有没有能力完成一次真正的品质升级。这几年，微短剧市场增长非常快，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观众已经不再只满足于简单的反转、误会和爽点。短剧最大的优势是节奏快，但节奏快并不意味着可以牺牲人物逻辑和情感铺垫。第25时区的情书，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恰恰是它是否能够证明，短剧也可以拥有更完整的叙事、更细腻的表演以及更有电影感的视听表达。如果这一步能够走稳，它的意义就不只是明星阵容很豪华，而可能成为短剧精品化的一次尝试。翟依莹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作为近年来活跃在短剧领域的年轻演员，她已经积累了不少作品和观众基础。她过去塑造的角色往往带有清甜、灵动的一面，因此观众很容易把她和短剧甜妹联系起来。但如果第25时区的情书中她饰演的周晶妮确实按照目前曝光的设定走外柔内刚路线，那么这一次最大的挑战就不是把角色演得漂亮，而是让人物真正立起来。一个表面温柔、内心坚定，甚至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极端选择的人物，需要演员在眼神、停顿、情绪转换上都更加精准。这也是翟依莹需要突破的地方。过去短剧强调的是马上抓住观众，但精品短剧更需要演员拥有留白的能力。不是每一句台词都必须用力，也不是每一个情绪都必须直接表现出来。如果他能够从熟悉的甜美路线中走出来，让周晶妮拥有自己的性格和成长轨迹，那么这次作品或许会成为他一次值得关注的转型尝试。当然，能不能真正完成突破，还必须等作品上线后由观众和实际表现来判断。如果说翟依莹承担的是女主核心，那么柯纯、陈思和王年江澄则构成了这部剧非常特别的男性角色组合。柯纯与翟依莹此前已经有过合作，两人的荧幕互动也曾受到短剧观众关注。这一次再次搭档，最大的看点自然不是简单重复过去的 CP 模式，而是他们能不能拿出新的角色关系。柯纯如果想继续扩大自己的表演空间，就不能只依靠外形和情绪戏。真正能够让演员走得更远的是人物复杂度以及面对不同角色时的变化能力。陈思则更像一个特殊的变量，如果他确实以特别出演或友情出演形式参与，那么他的出现更多是一种阵容上的加分，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抢主角。真正有效的客串应该让角色服务于故事，而不是让明星本身压过剧情。至于王年江澄，他比较容易让观众联想到温柔、深情的角色类型。如果这次依然延续类似气质，那么关键就在于剧本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一个配角真正令人难忘，并不一定需要拥有最多戏份，而是要让观众在故事结束之后依然记得他为什么这样选择。如果3位男演员能够形成完全不同的角色层次，这部作品的情感结构就会比单纯的三角关系更加丰富。3000万元的制作预算，如果最终得到官方确认，确实属于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数字。但精品化从来不是简单增加预算，摄影设备升级了，画面不一定就好看，造型团队更专业了，人物也不一定就立得住，演员阵容更加豪华。如果剧本逻辑不够完整，最后仍然可能让观众失望。所以第25时区的情书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只有一个：高投入能不能转换成高质量？近年来，微短剧正在不断拓展题材和表达方式，从传统的快速爽感到更加重视人物关系、时代质感和情绪氛围，这种变化已经越来越明显。观众也在变化。
他们可以接受短，但不能接受敷衍；可以接受节奏快，但不能接受逻辑乱；可以接受商业化，但希望作品至少尊重自己的故事。因此，这部剧最大的赌注其实不是3000万元，而是它能不能让观众看完以后觉得，原来短剧也可以这样拍。如果成功，它可能成为一次有价值的尝试；如果失败，也会再次提醒行业，精品化角不是换设备，请明星这么简单。按照目前公开传播的信息，第25时区的情书计划在2026年第4季度上线，具体播出时间和平台安排仍应以官方消息为准。第4季度本身就是影视内容竞争比较激烈的阶段，各类影视作品都会争夺观众注意力。对于一部微短剧来说，如何在有限的单集时长里建立人物、推动剧情，并让观众持续追下去，才是真正的硬实力。翟一莹能不能完成角色突破？柯纯能不能带来新的表演变化？陈思的特别出演能否成为惊喜？王年江澄的深情角色又能不能真正打动观众？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与其提前把它称为必爆神剧，不如把它看成一次值得观察的尝试。短剧行业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所有作品都花3000万元，而是越来越多创作者愿意认真讲故事，认真塑造人物，认真对待观众。如果第25时区的情书最终能够用作品证明投入的价值，那么它最大的成功就不仅仅是翟一莹、柯纯、陈思和王年江澄的阵容有多亮眼，而是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微短剧的可能性。屏幕前的观众才是最终决定一部作品能不能真正留下来的评委。演员阵容可以制造期待，制作投入可以提升关注度，但真正决定口碑的始终是作品本身。尤其是第25时区的情书这样的项目，前期讨论越热，观众对它的要求自然也会越高。大家期待的或许不仅仅是翟一莹和柯纯再次同框，更希望看到他们能不能摆脱过去角色留下的印象，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关系和情感张力。而陈思与王年江澄的加入，也让人物之间有了更多想象空间。有人期待陈思的特别出演成为意外惊喜，也有人更关注王年江澄能否通过一个有层次的角色突破固有形象。真正精彩的作品不应该只让观众看到谁和谁搭档，更应该让观众记住这个人物为什么让自己感动。所以，与其提前给作品贴上爆款标签，不如把期待留给正式播出之后。到时候，镜头、表演、剧本、节奏以及情绪能不能经得起推敲，观众自然会给出答案。你最期待翟一莹和柯纯这次再次合作吗？你觉得陈思和王年江澄谁更有可能成为这部剧里的隐藏惊喜？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演员，你最希望谁贡献出突破性的表演？欢迎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对精品短剧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也许几个月之后，当我们再次回头看这部作品，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它曾经拥有多大的宣传声量，而是它有没有真正留下一个令人记住的角色，一段让人共情的故事，以及一次让观众愿意推荐给朋友的观看体验。感谢大家看到最后。如果你喜欢真实、理性的短剧资讯、演员表现分析和作品讨论，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频道。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订阅都是我们持续制作内容的动力。我们下一期再见。